你是谁？眼前光影在移动，脚步声也响起来了。傅真指甲抠进椅背，转过身来。还是个姑娘，你怎么会在我这儿？傅真侧转身子，右手拢在左袖中，他指尖下就是苏杏儿带来的那把匕首，眼下他只要把它掏出来刺出去，就有一半的机会可以一雪6年前的杀身之仇。怎么不说话？害怕吗？侍郎大人是好人，自然不会伤害我。你认得我？大人才名冠绝天下，我如何不认得？倒是生得一副好相貌。姓什么？家里做什么的？家里行商，小门小户，就不说出来污大人的耳了。一个商户女，却有如此镇定自若的心性，倒是难得呀。说，为什么在这儿？这园子好看，不知不觉靠得近了，却突然又听到有人喊抓刺客，不想被抓到产生误会，就躲进来了。听起来合情合理，那我如何能确定你不会是刺客？大人聪明绝顶，见多识广，见过像我这么瘦弱的刺客吗？你虽然瘦弱，胆子却很大。一个胆大的人，自然什么冒险的事情都有可能敢去做的。大人若不信我，也可将我押去王爷那儿。王爷既然遭遇了刺客，想必能辨出来究竟是不是我。即便不是你，你出现在这儿也是蛮凑巧的。那么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是同伙？傅真没作声。怎么不辩解了？辩不过，无话可说。这么老实？我无论地位实力还是自身力量，全都不如大人。不老实，只会带来更加惨痛的后果。有这番见识，可不像是一般女子。你姓什么？不要再兜圈子了。傅，我生父傅云，不久之前还是大人手下的属官。你是傅真？大人还知道区区我的名字？连冗诚不欺我。傅小姐，果然好相貌。去他爷爷的！那姓连的果然是故意接近我。侍郎大人这话我可承不起。要论相貌，谁还敢与侍郎大人一较高低呢？哼，说你长得好，你怎么还生气了？大人既然知道我，当相信我没那个能力做刺客。咱们小门小户的，也绝对没有那个胆子打王夫人的主意。所以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，让我告退？他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再说下去，他怕真会忍不住掏出刀子去拼那一半的可能。有人在里面吗？傅真心头一震，这声音2刻钟之前他还曾听到过，竟是张氏。怕了？怕你个祖宗奶奶！大人光风霁月，和大人在一起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只是侍郎大人与郡主伉俪情深，要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我而产生误会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。这个趋炎附势的畜生！既是伉俪情深，又怎么会因为一点点事情而……把门打开，给我好好的搜！便听得有人开始推门，火把光都透过门缝照进来了。傅真立定不动，望着徐印。好吧，你赢了。他伸手将帘笼下的纱帘扯下来，看看将傅真挡在里面。帘子下摆还在晃动，门就被推开了。徐侍郎，大嫂这是何故？妹夫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和妹妹在一处吗？大嫂消息看来有点不灵通。郡主为了让我安心下来处理公务，方才已去母妃那边了。原来如此。平日你们俩在一处时总是如胶似漆，方才我因侍奉父王母妃，竟没有听说你们才见面就分开了。你是在找人？父王方才在园子里遭遇刺客突袭，受惊不小。我正带人四处搜查，此处危险，妹夫还是赶紧去主院吧。四处找找，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。慢着！
刚刚张嘴阻止的徐印闻声往门口看去，只见裴瞻正率领大批护卫走了进来。裴将军怎么也来了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徐侍郎在此。王爷与世子路遇刺客，方才着人来请我。我虽然不信会有人刺杀贤明在外的王爷，但既然连王府的女眷都亲自出动了，又怎能不来看一看？随后进来的连荣快步走到徐印身侧，低语了几句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将军怎么来得这么巧？原来是王爷请的。发生这种事，王府女眷必定惊慌不已。徐侍郎还是先去安抚永平郡主吧，此处交给我就好。世子妃觉得呢？将军言之有理，永平从小到大娇生惯养，哪里遭受过这种惊吓？此刻必定六神无主，盼着妹夫赶紧过去。妹夫还是赶紧过去吧，这里由我来伴着裴将军搜查就好。哼，世子妃乃一介女流，连你都不惧危险，我徐印堂堂7尺男儿，难道还要示弱不成？郡主深明大义，便是等不到我回去，也一定会体谅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谁也不要走了。有英武盖世的裴将军在此，那刺客便是再厉害又算什么？来人，开始搜。先给我把这帘子掀开。这屋子是王爷临时腾出来给我处理公务的，给了我徐印，那就是我徐印的地方。世子妃，你这是要打我徐印的脸？二位这是打的什么哑谜？不就一个帘子，既然是来抓刺客的，那自然就是该查就查。把他给我拉开！帘子哗啦一下扬开，挡住了的半间屋顿时露出来。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会是你？裴将军，这张将军……张将军怎么回事？这不得问徐侍郎你。二位身为朝廷要员，关着门在此处，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裴将军怎会在此？这正是我要问你的话。我是奉命来抓刺客的，这是徐侍郎的屋。你藏在徐侍郎的帘子后是为何？卑职方才与程将军一起喝酒，佛门禁地没喝多少，就喝了半斤。程将军突然被梁大将军叫走了，正好我妹子也请人来叫我，我就往灵泉阁这边走。谁知道突然碰见有人喊抓刺客，到处有人乱走。我看到好些人往这边来，我便也跟着来了。转着转着，不知怎么就到了这儿。进来时，我好像还听到徐侍郎跟人说话来着。将军明鉴，我们真的没有密谋什么。徐侍郎，张将军这番话，你怎么看？看来张将军是醉酒误事，才闯入了这里。敏之，劳烦你了。张将军，佛门禁地醉成这般，你可仔细。好在这是裴将军，说让言官抓住参你一本，你可吃不消啊。卑职再也不敢。既然你有要务在身，敏之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，就请你快展开搜查吧。几位还是早些回房吧。这白鹤寺里闹鬼的传闻由来已久，张将军进屋这一趟没法说清，那突然冒出来的刺客又如此诡异，到底是刺客还是别的什么，毕竟谁也不知道。敏之，你也信这个？鬼神之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然世上哪来那么多枉死鬼寻仇的传闻？王爷既然有所托，我便不能耽搁了。诸位保重。徐印望着他的背影，许久之后收回目光。傅真出了灵泉阁，飞步回到了禅院。你可算回来了。张儿呢？还在荣王那边做样子呢。你是怎么脱身的？姓徐的那狗贼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但他之前果然盯上过我，跟那姓连的在街头偶遇那次根本就不是意外。他盯你干什么？八竿子打不着，没理由怀疑上你啊。我也不知道，要么还是因为我和你们走得太近了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
毕竟他时时刻刻都想把梁家掌控在手里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往后咱们可是会越来越密切的，得赶紧想个招啊！程晨礼听到这儿，便望着傅真，眼珠便咕噜噜地转起来。你瞅啥？没啥。有屁就放，吞吞吐吐的干嘛呢？我就是想说，五哥最近被裴伯父、裴伯母催婚，催得烦得很。要不，小姑姑就……打住！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有侄儿娶姑姑的吗？那小姑姑，她现在是宁家的小姐嘛，反正外人也不知道。那也不行，不管是哪家的小姐，辈分也摆在这儿。再说了，就算抛弃这一层不说，老五从来就不喜欢小姑姑，小姑姑嫁给他能幸福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五哥他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姑姑，梁老大回来了。张世成是怎么进徐韵屋里的？李儿引他到了那儿，然后郭颂搬进去的。他没起疑吗？徐印有没有起疑不知道，张大麻子可没有。护卫们装作惊慌四散的香客，裹挟着他逃窜时，几次让他绕回了原地。他以为遇上了鬼打墙，后面都有些胡言乱语了。那行，我们就趁热打铁，去拿住张世成，从他那里直接下手破案。你们有主意了？先前荣王府的人惊慌失措之时，老五安排的人在周围，诱导着荣王，请他们出面去搜寻刺客，一面接应你，一面呢又布下暗哨，散布了寺中闹鬼的风声出去。张世成看来已经中招了，老五方才从那里出来，隐在暗处之后，就看到张世成慌不迭地往他的禅院去了。回去之后，你猜他怎么着了？他跪在菩萨面前诵经。这张大麻子如此心虚，必定有鬼。怎么行动？这就得让姑姑来唱重头戏了。老七，先去把门给关上。你跟我来。说完，他起身走向了内院，徐印连忙跟上。侍卫守住了门口，内院安静的连心跳声都隐约可闻。当年遗失在白玉胡同的那把刀子，我们找了好几条胡同都不曾见。我记得你说，他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方才你们在园子里捡到的，是当初的那把匕首。那是大越国翼王敬献给前朝皇帝的贡品，天底下除了他之外，再无二把。就算是有相似之物，也绝不会一模一样。我与世子看得清清楚楚。不会有错，就是他。我想知道，你说过他不会再出现，他为什么还是出现了？而且为什么偏偏出现在我们父子面前？除了我们，你是第3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。你是不是走漏了消息出去？这不可能。你说不可能就不可能吗？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身所遇，难道还会有假吗？难道我还需要捏造事实来骗你？夺走刀子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王爷和世子可曾看清楚？哪里看得清楚？那人身手快的就跟鬼似的，眼睛晃了一下就不见了。这世上哪里有什么鬼？必定是有人在故弄玄虚，只不过他恰好从哪里听来一些风声，又恰好身手不错，所以装神弄鬼，把你们给唬住了。你们慌什么？不要慌，沉住气。哪里有这么多恰巧？就算有人只是听到风声，他又为何要来我们面前故弄玄虚？他哪来的胆子招惹荣王府？难道不是只有当事人或者是知情人才会精准的找上门吗？傅真跟那把匕首有什么关系？这是突然从他脑海里跳出来的念头。那个明明很瘦弱苍白的女子，好像是有一点特别。她是谁？当发现这个问题钻入了他的脑海，他情不自禁地怔了一怔。他的来历就摆在那里，显然已经没有疑问。可徐印又总觉得他似乎又应该有另外一种面貌。不可能的，那件事情做得无比隐秘，6年了，从来没有传出任何一点风声，不可能还让人抓住把柄。所以先前那把匕首，只怕是为了试探
要不然不会那么巧，突然来人把他夺走。你的意思是，试探我们认不认识那刀子？6年过去，所有的证人都已经不在了，那把刀子是目前所知的唯一证物。他们也许是有了猜测，所以布下了这么一个局。而王爷和世子方才的表现，他们应该心中有谱了。他们会是什么人？猜不出来。不管他们是什么人，他们都没有证据。光有那把匕首又如何？所有见过那把匕首的人都死了。就算现在他们拿着，又能说明什么？这么说也没错。总之，眼下只能以不变应万变，越是慌张，就越是着了他们的道。不过，张士诚那边，只怕会有些不妥当。张士诚？他们能有这么厉害？会想到他？匕首已直接扔到了王爷你们面前，那么一切都有可能。你去，务必把他给我稳住。张士诚从灵泉阁出来，酒已经被冷风吹醒了大半。虽然能零星看到几盏灯光，但是月亮的颜色太惨白了，无形中也增添了几分诡秘恐怖之意。肯定是错觉。他继续往下面走，只要跨过2座禅院，他就到自己住的地方了。张将军，张将军要去哪儿？女菩萨饶命！女菩萨饶命！你做了什么坏事？要我饶你？谷寺里闹鬼的事已经传了6年，整个京城的人都已听说过。而这鬼就是被烧死在佛堂里的梁家的那个女鬼。梁姑奶奶饶命！你的死跟我没有关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求求你去找真凶！哼，这么说，你知道我是被杀死的？你真的是梁家姑小姐？不然呢？张大麻子，小时候你在路上堵李家小姑娘，让我给打了一顿的事儿，你不记得了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没有杀你，我没有杀你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那你这么害怕干什么？不是说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？我都没敲你的门，不过找你说几句话，你就怕成了这样。就算没杀我，肯定也杀过别人吧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死之前，有人来找我要过一把匕首，那把匕首是我在2具尸体旁边捡到的。那2具尸体，该不会就是你杀的吧？不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那为什么那2个人死了之后，你就从5城兵马司的副指挥使升任了大营守备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给人当了刽子手换来的吗？不是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只是替他们看住了胡同，然后带人清扫了街道，他们的死跟我没关系。就算你没有亲手杀人，至少你也知道是谁动的手。那是谁杀的？是世子杨战。大周到如今也只有一个世子。他们怎么动手的？为什么杀他们？那2个人是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些我通通都不知道。王府的人向来都看不上我，但那天夜里我在衙门里当值，突然王府的人就来找我，说让我带几个亲近的人去白玉胡同，我就去了。刚进胡同，就迎面撞上了一身血污的世子，他惊慌的不得了，口中喃喃的说他们死了，他们死了。我问他是谁死了，他却死也不说。然后王府的长史就叫我把尸体拖走，把胡同全部清理干净。我不敢不遵守，叫衙门里的兄弟守住2边胡同，然后带着自己的亲信把胡同清理干净了。那尸体呢？我早就处理了。怎么处理的？烧了。烧在哪儿？城外乱葬岗。快点，到处找找。
张士诚刚说完，下方就传来了嘈杂的声音，紧接着许多火把灯笼也都照了上来。他心神一震，才去看屋檐下，那黑影竟然不见了。张将军，张将军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！你怎么这个样子？你从哪儿来？我就从灵泉阁出来，我遇到鬼了。什么鬼？哪来的鬼？就是梁家那个被烧死了的女鬼。你瞎说什么？是真的，就是她，绝对就是她。他怎么你了？你怎么吓成这样？他问我白玉胡同的事儿，还说那把匕首是他从白玉胡同捡走的。这不可能，你在瞎说。我没有瞎说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他还知道胡同里死的是2个人，知道我也参与了。如果他不是鬼，如果他不是梁宁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他疯了，他疯了！把他给我捆起来，带回去。下山，去禀王爷，我们这就下山，急速下山。侍卫压着张士诚，随即也呼啦啦地跟着远去了。徐英望着他们背影，孑然立在风里，半晌才又转身朝着西北角上佛堂的方向望去。真的是你？结果如何？果然不出所料，人是杨战杀的，现场是张士诚带人清理的，王府的长史也在场，那就是说荣王也知道此事，他们父子就是主凶。你可还好？我没事，不过王府的人方才四处在找张士诚，看来这池水已经搅浑了。张士诚呢？被杨战的人带走了。现在这情况跟我预想的差不多。张士诚的官职就是凭借着替杨战善后得来的，因为张家如今仍得皇上宠信，荣王就算能杀了张士诚，也杀不完张家所有人。荣王父子出于无奈，才不得已笼络了张家。如今张家、荣王府还有徐印都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。反过来说，他们是一丘之貉，都是在掩盖杀害白玉胡同那对父子的事实。那我们要先揭发这个案子吗？揭发不了。他们有恃无恐的原因，就在于早已毁尸灭迹。就算我们有再多的证据，没有了死者，就是告也告不出什么结果。那就任他们逍遥法外？当然不，死者身份显然只有荣王父子知晓，张士诚没有这个资格，徐运知不知道尚未可知。但这4两面3刀包藏祸心是事实，都不是好东西，有以徐印为甚。那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还要放任他们留在朝中吗？没错，今夜这一趟也算是敌我分明了，该算的账要算，该打的敌人也得打了。真是枉费了我过去还把荣王府当成世交，原来我家小姑姑真的是死在他们的手上，他们欠我们梁家一条命。张大麻子已经被他们拉走了，接下来他们肯定也会想办法应对，并且也会暗中查探今夜的事情。我们虽然不怕他们查到，但是也没必要自己暴露。我看今夜咱们还是在山里歇下来算了吧，就当不知道这回事儿。荣王还要我抓刺客呢，我还得过去交个差。徐云此刻应该也对傅小姐有所怀疑，为了她的安全着想，我们应该先增强她身边的防卫。至于怎么下手，等今日过后，看看他们那边的动静如何，我们再做决策不迟。老二，你来安排人手。梁家的护卫徐应应该全都认识，你们到时要怎么解释梁家的护卫在保护宁家人这件事？也对，姓徐的心眼多得很，在他面前也尽量不露出疑点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荣王府那边今夜怕是睡不着的，免得让他们盯上，先散了吧。那今夜里就让老七的护卫在外头守一守，回头想到了办法，我再调护卫过来。大家这么说定，便就各自回房。裴瞻走在最后，傅真若有所思地望了会儿他的背影，
直到他们全都散尽，他才坐了下来。坐了片刻，他从凳子上站起来，走向门口。还有什么事吗，老大？没什么。说完，他又反身回到屋里，何以躺在床上，望着帐顶，呼了几口胸中玉气，到底还是走到了窗前。听说你五哥最近被催婚催得厉害。您问这个干啥？睡不着，随便聊聊。哦，可不是嘛，裴伯父裴伯母这几日天天找媒人上门，城里适婚的小姐名号都快在裴家汇总了。那他心里有数了没？不知道啊。姑姑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他的婚事啊？我都说了，就是随便问问。哦，那就好，不然要真的着了那小子的道，可不值啊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是说，五哥这婚事没那么好意的，就他那德行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看得上。那倒也不至于，他有这么高的身份，嫁过去那就是一品将军夫人，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他可不光是性子不讨喜，他还阴险，谁嫁给他谁倒霉。老大，你是不是也想议婚了呀？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找个好的，比他强100倍。算了，还是先找个机会探探他的口风再说。折腾这一夜也累了，去睡吧。老大，你知道我方才在门外听护卫们说什么吗？什么？他们说荣王府那世子妃方才在着人打听今夜里上香的所有香客，尤其是年轻的女香客。我就是想到会不会是冲着老大你来的。你是说我先前在徐印房里的事让他惦记上了？徐印先前挡了老大你在帘子后头，本来就不正常，加上帘子拉开后又是张大麻子出现在那里，张氏只怕心里过不去这坎儿。他不是冲着我来，应该是冲着徐印来的才是。凭张氏的手腕肯定会查到我头上，躲总是躲不过的。你想办法让徐印知道这件事，让他去处理。他会这么听话？会，因为他先前真的把我藏起来了。我傅真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他的举动足以说明，但他不会想这种瓜田李下之事让永平知道的。这么多年他身边干干净净，你以为真是永平御夫有方吗？只不过是他太懂得怎么规避麻烦。张氏这么做就是捣他的乱，他当然不会答应。那行，我这就让人把消息散播给徐贼，反正那张家也没什么好人。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梁宁是不是你杀的？您何出此言？我至今记得那个晚上，张士诚带人在白玉胡同四周搜索匕首，叩开了你的门，说要盘查时，你只字未曾透露。但后来你却主动来求见我，跟我说你有办法帮我找到他。你让我给你3日时间，恰恰第3日，梁家那个活蹦乱跳的女娃就死在了火里。随后你就来跟我说，再也不会有人找到那把匕首。我当然不相信，那种情况下看不到刀子，肯定是要杀了你的。但这个时候，本王的宝贝女儿却提着刀子闯了进来。她说她已经有了你的骨肉，如果不容你，她就要死在本王面前。当然，后来事实证明，她是在骗我。老夫后来这几年仔细琢磨，徐印，我就这么猜测吧。当时刀子落到了梁宁手上，你见到了，所以你才主动来求见我，并保证能把刀子要到手。可是结果
出乎你意料，梁宁没把刀子给你，而你已经在本王面前夸下了海口。此时你必须对我有个交代。于是你就杀了梁宁，这样刀子确实不会再露面了。可你仍然是知情人，知道我还是不会容你，所以你就在来向我复命之前，先找到了永平。那傻孩子早就对你有意，你那么聪明，当然心里有数。你让他知道梁宁死了，你恢复了自由身，让他知道跟你长相厮守成为了可能。你又向他展示出了你的惶恐担忧，于是那傻孩子就提着刀来逼他的父亲。对我而言，让一个人保守住秘密，一是让他变成死人，二是让他变成家人。你成功了，不但摆脱了毁了容的梁宁，还算计到了永平。小婿对王爷的一派倾慕，对郡主的一番爱慕，没想到在王爷的心里却是如此不堪。本王难道说错了？徐恩，你杀死了梁宁，怎么还能做出如此深情厚谊的模样骗永平？怎么还能继续心安理得的上着白鹤寺？你杀了梁家的人，那么荣王府势必被你连累。徐印抿着双唇，并不说话。他走到门边，把门打开，有请郡主入内，浅叙几句。永平一脸懵然，看了眼荣王妃后走进屋里。郡主可还记得圣元16年8月16日的夜里在做什么？你提这个做什么？岳父大人对在下的人品有所质疑，为了自证清白，还请郡主帮忙做个证。他能帮你做什么证？那天夜里，郡主整夜都跟小婿在一起，我有没有时间作案，郡主最清楚。那天傍晚，因为梁小姐上山为其兄长祈福，而我因为公务之故未能伴随同往，与同僚准备前往9寺小聚之时，途中遇到了郡主。随后我受郡主之邀，陪她看戏，又陪她吃茶。那天很晚了，我说送郡主回去，郡主说不回去，后来就……荣王咬牙别开了脸，而永平则臊得完全抬不起头来。有郡主作证，我说的话，王爷或许可信得几分。我徐子修，是有赖王爷，才能走得如此顺利。旁人骂我贪图王府富贵，我也可忍的。偏是这忘恩负义4字，我却万万不能忍。我若犯下此事，岂非成了个见利忘义的虚伪小人？而王爷疼爱郡主，却还选我这样的人为婿，岂非成了引狼入室？那您这份父爱，究竟是真还是假？荣王无言以对。徐印将永平送出了房，把门关好。既然梁宁不是你杀的，那你解释解释，你当夜为何会来求见我，说你会找到刀子？刀子确实在梁宁手上，他答应过会给我，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横死，而且还是在我与郡主在一起的那个晚上。我与梁宁相守8年，情深似海，他又待我真心实意，我唯一一次对不起他，谁知他就送了命。至今我还都过不去心里这坎。我总想着，如果那天夜里我陪他上了山就好了，所以至今为止仍然舍不得置梁家于不顾。当然我也知道这样做对郡主不公平，可是那天夜里他与我在一起时，是明知道我与梁宁已有婚约的，所以小婿觉得哪怕是我惦记梁家的次数有些过多，他也该体谅体谅我。毕竟我若在这种情况下尚能心安理得，
又哪里配当王府的女婿呢？话说回来，胡同里被大哥所杀的那2人，究竟是何来历？还请王爷给个明示。你问来作甚？小婿只是觉得，以您在朝中的体面，此事就算张扬出去，也不见得动摇得了王府根基。原本没放在心上，但今夜一见，王爷与世子如此放不下，便想了起来。到底我也是半个王府人，王府有事，我岂能不闻不问？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荣王深吸气，抬步走了出去。徐燕出门来时，莲蓉已等在廊下。什么事？世子妃正暗中着人打听今夜宿在山上的女香客。女香客？还特意交代是年轻的女香客。这个搅屎棍！安排人了吗？安排了，早就让人跟僧人通过气，让他们把名单收起来了。今夜诸事不急，凡事当小心。方才和王爷谈的也不愉快吗？他在怀疑我了，虽然我拉了永平作证，却也不知他心里作何感想。总之近来需收敛些，王府这边关系要稳定，永平那边也要注意，别让他被人挑拨了。我近来多想些法子替老爷安抚郡主。徐燕深吸气，举步迈入夜色。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是你啊。裴瞻抬头扫了眼斋堂门口王府的护从，又看了眼他身后碧玺手上的包子馒头，然后伸手将他身子转过去，带着他往前走。吃这些哪能养身子？我记得斋堂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我给你点。我不去，我今儿膝盖疼，我不想下跪。跪什么跪？跟在我身边，只要不是见帝后，你谁都不用跪。斋堂里已经以永平夫妇及张氏2张桌子为中心，划定了上下席。裴瞻甫一出现在门口，先前纷纷迎接过那双姑嫂的人们，立刻又肃然起身，俯身下拜。见过将军。徐侍郎也在。然后他挑了张与他们夫妇并排的空桌坐下来，落座的同时不忘顺手给傅真挪开了凳子。裴将军，这位姑娘好面生，不知是哪家的闺秀？这是我的朋友。将军不介绍一下吗？我这位朋友害羞，不爱见生人，就不耽误世子妃进膳了。看看世子妃与郡主吃的什么，照样上一套，再添一份核桃糕，一份薏仁糕，一份素羹。真是看不出来，裴将军也是如此心细之人。这位姑娘也真是生得好像嘛，值得将军这般对待。只要不让他给狗男女下跪行礼，有吃好的机会，他为什么不抓住？慢点吃。说完，又把搅凉了的素羹推给他。他这么一来，便连徐印也忍不住看过来了。你怎么不吃？那位姑娘还真是出色，是不是？乍看是不错，但气运又哪及你？你与裴将军不是也挺熟络？我想请这位姑娘过来说说话。好啊，你平日也没什么朋友，想来能入泯之眼的，必定有些过人之处。若是投缘，或还可以多个手帕交。将军，我家郡主有心与这位姑娘结交，想请过去说说话。他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回应？你来。我可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既不造反又不谋逆，你怕什么？你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请你吃了这么多回东西，难道你帮我一回也不成？这能有不成的吗？简直太他妈成了！天知道他忍这对狗男女忍多久了。当下他直身朝门外的郭颂招手。郭颂到了跟前。姑娘有何吩咐？你扇这婆子2巴掌，教教她规矩。堂堂平西将军，在宫里觐见皇上，皇上都赐座的。一个下人，哪来的资格直接跟将军说话？把我们浴血奋战收复疆土的至公之臣当什么了？他若懂事，
就该通过你来往上递话。现在他竟然直接凑过来，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你家主子。你是个忠心耿耿的下属啊，还不快上！不动。郭颂更惊了，但容不得他多想，因为他的职责就是护主。当下他照着护嬷嬷脸上啪啪就是2巴掌。你敢打我？你可是糊涂啦，这巴掌都上脸了，怎么还问敢不敢呢？失礼的是你，现下领了罚就赶紧走吧，再磨蹭可就失了体面了。想让他过去受搓磨，想得美！打不着狗男女，还打不着狗男女的奴才。裴真！永平怒而起身，大步走到他们面前，怒视着傅真。他是谁？永平郡主，你这是在质问本将吗？我裴瞻护国保疆，皇上以恩赐臣以表字，不知我何处得罪了你，令你不惜指着我鼻子直呼我名讳。我只是想问你，这姑娘是谁？护嬷嬷再不济也是我的人，我父王与你父亲也常在一处续茶喝酒，你怎么却听信旁人的挑拨，对我的人说打就打？永平郡主看来还是没搞明白，方才你应该已经听得很清楚，你的人行事没规矩，所以郭颂才打了他。这是身为主子的你失职，出了这种丑，你不赶紧把人喊回去好好教训，反倒在此强词夺理，看来实在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永平的下人挨打不是没道理。都说打狗得看主人，我的人再不是也该由我教训，轮不到他。永平郡主，我劝你慎言。永平好好的站着，竟被裴瞻这股气势震慑的后退了半步。我裴瞻朋友不多，但凡是谁我都不许他受一丝不公。我这位朋友未曾招你惹你，永平郡主口口声声指责加针对，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说我裴瞻的朋友还比不上你一个下人？裴将军这话好没道理，既然是将军的朋友，那他是什么来历？为何你总是避而不说？皇上直允5大将军府的人见了皇亲可以不下跪，他是谁？若是5大将军府的人，我怎么没见过？他若不是，那就该报上名，依礼跪下来。倘若他合了礼数，又何曾会有后面这一遭？难道我好心好意想见见他，反倒成了针对他？傅真听到这里，方把脸转向他，然后又看向裴瞻。汤冷了，快吃你的饭。裴将军这是不把皇威放在眼里吗？还是仗着打了场胜仗就开始居功自傲了？你连皇家的人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郭颂，去看看今日山上可刚好有言官在，请他过来，永平郡主用得着。他大约要参我一本，免得等我走了没人给他作证，让他白生气了。郭颂瞅了眼永平，俯身称是。裴将军息怒，内子失仪，还请高抬贵手，大事化小。郡主，咱们事宜在先，快向裴将军赔礼。哼，赔礼？明明是他们打了我的人，是他们不合礼数，却让我赔礼。就凭护嬷嬷确实失了礼数，护嬷嬷不过是个下人，哪来的体面直接向将军说话？裴将军提醒的没错，咱们应该立刻把护嬷嬷带回去好好管教，再说下去就有失大方了。一个刁女，却也值得你们这些朝中公古一个两个的出面相护，本事倒不小。他骂我了，我能回话吗？你不累着就行。那我随便怎么回都可以。当然，但凡让你有一丝瞻前顾后，都是我裴瞻没本事。好，永平郡主，我是个平民。我虽然只是个平民，不及你高贵，但我没招你，没惹你。如今得来你这一句刁女，不知我刁在哪里？论身份，我贵为郡主；论年岁，我比你大。便是骂了你一句又如何？哼，那你就是不讲道理了。
既然你不讲道理，那也就别怪我不讲道理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一记巴掌已干脆利落地落到了永平脸上。郡主，上去给我打死他！王府的侍卫伸手倒也不是盖的，当下就兵分两路，一路围住永平，一路伸手就来捉拿傅真。然他们人还没碰到傅真，裴瞻身旁的护卫就先隔在了他们与傅真之间。裴瞻，你敢护他，是不是想跟我荣王府作对？永平郡主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原来是为了替荣王府跟我宣战。不过可惜，郡主殿下已经嫁为人妇，做不了荣王府的主了。世子妃，你说呢？来人，请郡主回座。随后便来了几个婆子，伴拥着永平回到了原座。不过将军的这位朋友气性也不小啊，人都打了，什么来历？现在可以说说了吧？这位是傅小姐，她的外祖父是当年为朝堂危难之时雪中送炭过的义商宁伯池老先生。阿珍，这位便是王府的世子妃。民女傅真拜见世子妃。民女没见过世面，方才一气之下冲撞了郡主，还请世子妃宽恕。姑娘还小着呢，长着这样一副姿容，必定从小娇生惯养，被人欺负有几分脾气也是正常。若是旁人冲撞了郡主，当然不可饶恕，但既是裴将军的朋友，便是有所失礼，总归要担待几分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，可记着了。你可以担待，我不能。回头我便入宫请皇上评理，我倒要看看我们的平西将军到底威武到了什么地步。永平，你拦住我干什么？你们一个两个竟然全帮着外人说话，今日这一巴掌我若不讨回来，我就枉为郡主。来人，把郡主请回房去，将方才之事如实禀报给王爷。如若王爷要问罪傅小姐，就说回头我会替傅小姐来向郡主赔罪。婆子们便又立刻拥住永平，永平万般无奈，一拂袖走出了斋堂。民女诚惶诚恐，方才一时冲动，伤到了郡主殿下，还连累世子妃替我担罪，我如今十分后悔。你很聪明，我很喜欢你的性子。我也很喜欢世子妃殿下，殿下英明。裴将军，你可真是有眼光，朋友不多，却很会挑。得了世子妃的夸赞，也是我的荣幸。现下我该回房了，改日我请你到王府来喝茶。是民女的无上荣幸。傅真俯身相送。张氏这里一去，众人便也就算了，独徐燕还坐在原处，手持杯盏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傅真跟着裴瞻走出斋堂，一路无话。裴瞻想了想，在湖边柳堤上停步等他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但没撑着。我不是说你吃饱了撑的，只是想着你还饿不饿，吃没吃好。吃了那么多，哪还能饿呢？多谢你啦，裴将军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将来倘若他再闹僵起来，只请你回头帮我争取一个面见皇上或娘娘的机会就好，剩下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。你把我看成这种胆小怕事之人？当然不是，我是狐假虎威，但出手之前我是想过了的，万一我顶不住，再烦你帮我求求情呗。当然，现在看来已不用走到那一步，得亏你谋算得好，把张氏拉出来了。没想到第一次跟裴将军合作，配合的还不错。当然，主要还是因为裴将军高瞻远瞩，运筹帷幄，才得此成就。哼，我可不听马屁。我说认真的。走吧，该下山了。傅真跟上他的脚步。啊，梁将军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一早上也不见他们？你跟永平对上，他们也不好出面。再说，也用不着那么多人。这一说，倒勾起了傅真的心事。他连连瞅了裴瞻两眼。
你看什么？也没什么。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可不像你。那我就说了，我听程小将军说，最近令尊令堂催婚，让你很是烦恼。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最近有目标了吗？你在议婚了吗？那倒还没有。要是有目标了，我肯定就不烦了。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这就不好说了，无非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只要人品过得去，我其实没有别的要求。那倒也是。你打听我这个，不会是想为我说媒吧？既然你对女方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，那你会要她跟你生孩子吗？一阵风吹过裴瞻的耳畔，给他的耳朵间染上了一抹绯色。是我唐突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找梁将军他们。说完，他拔腿就往前面走了。裴瞻站在风里，耳朵尖上更加热辣了。老大！刚刚跑出湖畔，迎面就走来了程池礼和梁志。听说永平找你的麻烦了？没事，他没占着便宜，反而被我打了。他私下里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说什么？我在议婚的事。没说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姑姑嫁给你太亏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他连生孩子的事都想到了，如此深谋远虑，果然很符合他的性格。我不信。信不信由你，找你来是有任务给你，你找个时间把他约出来，我有话要说。你们都谈上生孩子了，约会为什么还要找我啊？谈是谈了，可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跑了。你又让我背叛姑姑，我不去。那今日在斋堂里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出现？你怎么不出面来护着他？如果你不帮，那下回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就只能忍气吞声。永平之使下人喊他过去，他就得过去；喊他跪下，他就得跪下。说他跪得不好，巴掌就会落在他的脸上。如果我不能成为她的丈夫，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名正言顺地站在她旁侧，包括梁家。那你自己怎么不去说呀？姑姑都有这心思了，你直接去跟她说明白不就完了吗？那怎么可以？那样就是我逼她做决定了。她从来不喜欢被动的选择，不喜欢被推着走，她想要一切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上。所以哪怕我耍了心眼，引诱她开始考虑我，但这条路到底值不值得她走，我到底值不值得她选择，我想要让她自己主宰。我要是开了口，就不对等了。程池礼看着裴瞻，不知道该说他聪明还是说他傻。明明心思藏都快藏不住了，又总是顾这顾那，想追求人家吧，却还生怕对方不舒服不痛快。他也懒得理了，直接走了。五哥那家伙，他说方门口的豆腐铺子出了新制的卤味，他正好有话跟您说，问您今儿晚上有空没空。这不才分开吗？有什么话这么急着找我？他没说什么事儿啊，就说有正事儿。行了，晚饭后我就过去。程池礼屁颠屁颠回去复命。吃完饭，傅真换了衣裳去见裴瞻。坊间里都是大宅，到了夜里行走的人少，胡同里像子夜一样安静。没走几步，却不知哪里传来了一阵笛声，悠扬绵长，又带着些许幽婉，像月下于大漠黄沙里漫步。傅真脚步渐沉，停了下来。这是塞北的曲子，京城里极少有人吹奏。徐印是读书人家子弟，家破之前是潭州治内的乡绅。梁宁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读过几年书，能写一笔极好的字，也会抚琴。军师老头挂在墙上的笛子，他拿在手上就能吹。湖湘之地的乐曲，他能一首接一首地吹奏出来。
后来梁宁生日，军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，梁宁问他讨了那只笛子，转手就送给了徐印。傅真抬头望望天上的月，调转脚步，朝着笛声来处走去。你来了。是你吹的曲子。裴瞻早早坐在了豆腐铺子里，可他已经吃了2碗豆腐，傅真还没有来。裴瞻站起来，让郭颂在这里守着，而后起身踏上了前往宁府的那条胡同。刚刚走进来，他就看到了傅真。傅小姐。他喊了他一句，他竟然没有听到，倒是有笛声忽然传进了他的耳里。傅真到了宁府的另一侧，他看到了徐印，裴瞻也看到了徐印。吵到你了？你该不会是在等我？我要说是的话，你又会怎么样呢？徐侍郎是有妇之夫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就成了登徒子。你往日攒下的那些口碑，岂不反倒使你成了沽名钓誉之辈？我觉得你不会这么傻。这么有见识，可真不像个商户女。侍郎大人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首先，我本来就不是商户女，我的外祖父是前朝皇商，他不是一般的商人。我的父亲更是堂堂的进士，曾为朝中4品官员。其次，商户女并不见得就没见识，家母打理偌大家业，游刃有余。徐侍郎纵然才高8斗，让您来坐上这位置，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好吧？为什么徐侍郎会认为我连这点见识都没有？那你为什么会认为是我在等你？这也不难分辨，您就在我家墙根底下吹曲，您这不明摆着吹给我听吗？那你为什么还出来？饭点已过，这个时候我也该回房了。听到有人在墙外吹曲，还吹得这么好，一听就不像是随便在这儿溜达。我要是没有点动静，徐侍郎只怕也会觉得奇怪。就算我不亲自出来，也得打发人来看看。而恰恰我那时又出了门，自然，此时徐侍郎看到的就是我。为什么不能是巧合？也许我路过这儿，刚好就来了兴致。若是别人，那自然是巧合。可昨天夜里，我闯进了您的屋里，今日上晌，我冲动之下又把郡主打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是您出现在这吹笛，怎么都不会是巧合。弄清楚我住的院子的朝向，对别人来说很难，对徐侍郎来说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毕竟家父在礼部衙门任职了10年，交好的同僚数不胜数，也很容易打听到。裴将军以你为朋友，果然有道理。是我高攀罢了。垂手瞬间，他余光笼入了远处的阴影。远处阴影里有人站着，那是2个矫健的武者。当年往辽宁身上泼灯油的那几个黑衣人，恰恰也有这样的身材和身手。徐印紧盯着这双眼睛，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变化。傅云那样的人，为什么会有个像你这样的女儿？大人见笑。家父之于我，说白了，不过挂个名而已，全是由家母教养我。徐印坐回原处。你方才说我那曲子吹奏得不错。大人精才绝艳，音律自然是好的。那我教教你。傅真摇头。为什么？我自幼多病，体力难支，而学这东西需要力气的。你自幼是官家小姐，难道一点才艺也不曾学？当然不，我会女工，还会丹青。不过我的丹青功力自然是没办法入侍郎大人的眼的。你丹青师傅是谁？原先城北丹青大师易老先生的长子，便是我的师傅。易先生的弟子，那功底应该差不到哪儿去。惭愧，不过我养病多年，这一手丹青
的确算是我最大的成就了。夜色里有人奔过来，附在徐燕耳边说起了话。徐燕挥手让人退下，皱起了眉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你走吧。您不为早上司礼的事承责我，那此番您是过来找我，毕竟我冲动之下打了郡主，难道您不是来为他出头的吗？我们宁家的金铺新出了几款赤金头面，不如我让铺子里打上一副整的，请侍郎大人代为送给郡主殿下赔罪。我记得你好像已经投靠了世子妃。可昨夜我闯入侍郎屋中，得了侍郎大人庇佑，这个人情我总得还。到底我也不配与郡主为敌，侍郎大人也不必说是我送的，只要大人能拿回去，让郡主把气消了，我便心满意足。您看我这份赔礼，诚意可够？随你。那不日做好之后，我就交给您。不用，我会让莲蓉去找你。你应该认识他。认识，上次在路边还蒙他帮忙捡过荷包。